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苏晴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王总监靠在办公桌边，眼神在我身上游移着。我紧握着手中的辞退通知书，感受着上面还未干透的墨迹。王总监，我说过了，这种事情我不会做，不会做。他冷笑一声，那你就准备收拾东西走人吧。公司不养闲人，更不养不听话的人。我的手在颤抖，3年的努力就要这样付之东流了吗？但是让我去当他的情人，去破坏别人的家庭，这种事情我绝对不会做。我可以把这件事汇报给更高层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。王总监听到这话，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。汇报？你觉得有人会信你一个小职员的话吗？我没有回答，转身走向电梯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3年前，我怀着满腔热血走进了这家公司。那时的我刚刚大学毕业，穿着从淘宝买的廉价职业装，拎着妈妈给我买的包，紧张而兴奋地走进了公司大门。苏晴是吧？我是王总监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干。初次见面时，王总监看起来还算正派，虽然眼神偶尔会有些飘忽，但我以为那只是工作压力大的缘故。第1个月，我几乎每天都加班到深夜，同事们都说新人就是这样，要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我默默承受着，把每一个任务都做到最好。苏晴，你的企划案写得不错。王总监第1次夸奖我时，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。那段时间，我以为自己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每天早上7点起床，化妆，挤地铁，然后在办公室里埋头苦干到晚上10点。周末的时候，我会给远在老家的妈妈打电话，告诉她我在大城市过得很好。妈，我现在的工作很稳定，老板也很器重我。我总是这样报喜不报忧。妈妈在电话那头笑得很开心。那就好，我女儿有出息了。记住，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做个有底线的人。我当时还不明白，妈妈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底线这2个字。第2年，我开始负责一些重要客户的项目，王总监对我的态度也越来越亲密，时常会拍拍我的肩膀，或者在我加班时给我买夜宵。苏晴，你一个人在这个城市不容易，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。他的话听起来像是关心，但总让我觉得有些不对劲。有一次，他提出要送我回家，被我婉拒了。第2天，我发现自己负责的一个重要项目被转给了别人。为什么？我找到王总监质问。公司的安排，你还年轻，需要更多的锻炼。他的回答让我无法反驳，但我心里清楚，这绝不是巧合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小心翼翼地与他保持距离，但工作上的事情又不得不配合。这种微妙的平衡让我感到疲惫不堪。第3年，也就是现在，一切都变得明朗了。转折点发生在上个月的一次出差，我和王总监一起去外地谈一个重要的合作项目。客户是一家实力雄厚的房地产公司，行程安排得很紧。我们在当地要待3天2夜，酒店我已经订好了，你放心。王总监在飞机上对我说。到了酒店，我才发现他居然只订了1个房间。王总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站在酒店大堂，手里拿着房卡，脸色已经变得很难看。可能是助手搞错了，不过现在已经很晚了，酒店也满房了，你先将就一晚，明天我让人重新安排。他说得很自然，仿佛这真的只是一个意外。
我当然不可能答应。最后花了2个小时才在附近找到另一家酒店。第2天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，客户对我们的方案很满意，基本确定了合作意向。晚上，客户邀请我们吃饭庆祝。席间，王总监喝了不少酒，话也越来越多。苏晴啊，你跟了我这么久，也该懂事了，有些机会错过了就没有了。我装作没听懂，只是埋头吃饭。饭后，客户的老总主动提出要送我回酒店。在车上，他突然对我说：“小苏，你们王总监对你很好啊。”是的，王总监很照顾我。我客气地回答。他跟我说：“你是他的女朋友，既然是女朋友，有些事情就好办多了。”客户老总的手突然放在了我的腿上，我瞬间明白了一切。王总监把我当成了谈判的筹码，想要用我来换取这个合作项目。停车！我大声喊道。客户老总看我的反应，也意识到了什么。怎么，不是你男朋友安排的吗？我下了车，一个人走在陌生的街头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原来，在王总监眼里，我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意处置的物品。回到公司后，我本想向人事部投诉，但王总监抢先一步找到了我。苏晴，你应该明白，在这个社会上生存需要智慧。跟着我，你什么都不会缺。我只想好好工作。工作？他笑了。你以为仅凭工作能力就能在这里立足吗？太天真了。接下来的日子变成了一场拉锯战。王总监开始有意刁难我，把最难的项目分给我，给我设置各种不可能完成的期限。同时，他又会在我快要崩溃的时候出现，表现得像个救世主。苏晴，你看看你现在的处境，除了我，还有谁能帮你？我知道他在用职场破的手段对付我，但我别无选择。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太重要了，我需要这份收入来维持在大城市的生活，还要给家里的妈妈寄生活费。我可以介绍你去别的公司。有一次，同事小张私下对我说：“谢谢，但我想再坚持一下，我不想就这样认输。”小张摇摇头：“苏晴，有些时候妥协并不可耻，你要学会保护自己。”但我心里清楚，一旦开始妥协，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。王总监的手段越来越过分，他开始在公司里暗示我们的关系，故意让其他同事以为我是靠潜规则上位的。听说苏晴最近很受王总监照顾啊，难怪他总能拿到好项目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什么都敢做。面对这些流言蜚语，我只能默默忍受，解释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，不解释又让人以为我默认了。这种痛苦的状态持续了2个月。上周，王总监终于摊牌了：“苏晴，我对你已经很有耐心了，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么答应我的条件，要么就离开公司。我需要时间考虑。”我争取着最后的缓冲期。好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3天后你必须给我答复。这3天里，我几乎没有睡过好觉，无数次想要给妈妈打电话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我不想让她担心，更不想让她知道自己的女儿在外面遇到了这样的事情。我开始在网上查找相关的法律条文，想要找到对付王总监的办法。但现实很残酷，没有录音录像，没有物证，仅凭我的一面之词，很难证明什么。第3天到了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王总监坐在他的办公椅上，手里攥着一支笔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镇定。王总监，我觉得我们之间应该保持纯粹的工作关系。他的脸色瞬间变了。苏晴，你真的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？
我只是想好好工作。工作。他站起身，走到我面前。你以为你有选择的权利吗？在这个公司里，我说了算。我退后一步，但背后就是墙，已经没有退路了。苏晴，你要明白，离开了这家公司，凭你的能力和背景，很难找到更好的工作，而且我可以确保你在这个行业里再也混不下去。他的威胁毫不掩饰，我感到一阵眩晕。3年的努力，难道真的要付之东流吗？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今天晚上我在君悦酒店1208房间等你，如果你不来，明天就收拾东西走人。说完，他把一张房卡放在了桌子上。我看着那张房卡，感觉它像是一把刀，狠狠地插在我心上。那天下午，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，坐在工位上发呆。同事们偶尔看向我的眼神里有同情，也有幸灾乐祸。下班时间到了，其他人陆续离开，办公室里变得安静下来。我拿起那张房卡，手在颤抖。就在这时，我想起了妈妈曾经说过的话，不管什么时候，都要做个有底线的人。我把房卡放回了王总监的桌子上，然后收拾东西准备离开。第二天一早，人事部的通知就到了。苏晴，由于公司业务调整，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。人事经理的话说得很客套，但我知道真正的原因。我可以申请仲裁，我做最后的挣扎。当然可以，这是你的权利。不过，公司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的工作表现不达标。我拿着解除合同的文件，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。3年的青春就这样被践踏了，但我知道这件事不能就这样结束。我没有立即离开公司，而是直接走向了顶楼的总裁办公室。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公司的最高层。走廊里铺着厚厚的地毯，墙上挂着价值不菲的艺术品。几个穿着得体的秘书坐在外面的办公区，看到我的时候都露出了疑惑的表情。请问您找谁？一个秘书礼貌地问道。我找总裁，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。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坚定。你有预约吗？没有，但这件事很紧急。秘书为难地看了看我，可能是看到我手里拿着解除合同的文件，犹豫了一下后说：您稍等，我帮您通报一下。几分钟后，秘书告诉我可以进去了。我推开总裁办公室的门，这是一个面积巨大的房间，落地窗外是整个城市的景色。一个女人背对着我站在窗前，身材修长，穿着剪裁完美的职业套装。请坐。她没有转身，声音听起来很温和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紧张的手心出汗。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。如果连公司最高层都不能主持公道，那我就真的没有办法了。听说你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。他终于转过身来，看到他的脸的那一瞬间，我整个人都愣住了。时间仿佛静止了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心跳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清晰。那张脸是我日思夜想的脸，是我在无数个深夜里梦到的脸，是我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见到的脸。我的手开始剧烈颤抖，解除合同的文件从手中滑落到地上。他也愣住了，我们就这样对视着，谁都没有说话。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我能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声。20年了，整整20年了。我的嘴唇在颤抖，想要说话却发不出声音。有太多的话想说，有太多的疑问想问，有太多的情感想要宣泄，但此刻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他的眼中也闪烁着复杂的光芒，惊讶、痛苦、愧疚，还有一种我读不懂的情感。我努力让自己站起来，
腿却在发抖。终于，我找到了自己的声音，虽然沙哑的几乎听不清楚。妈！就在这个词即将脱口而出的瞬间，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，王总监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。总裁苏晴他。我转过头看向他，眼中有着前所未有的决心。妈，他要我当小三。这句话一出口，整个办公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王总监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他显然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。总裁，你们出去。妈妈的声音很轻，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王总监想要解释什么，但看到妈妈的眼神，最终什么都没说，灰溜溜地退了出去。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母女2人。晴，妈妈的声音哽咽了。这些年，妈妈对不起你。我的眼泪终于决堤而出。20年了，20年来我一直以为妈妈抛弃了我，以为她不要我了。为什么要丢下我？我哭着问出了藏在心里20年的疑问。妈妈走过来，想要抱我，但我本能地退了一步。晴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她的眼中满含泪水。当年妈妈遇到了很大的困难，不得不把你送到姥姥家。妈妈以为等事情解决了就去接你回来，但是什么？但是等我有能力接你回来的时候，姥姥告诉我，你已经恨我了，不愿意见我。她说，与其让你活在痛苦中，不如让你彻底忘记我。我愣住了，姥姥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关注着你。你考上大学时，妈妈比谁都高兴。你来这个城市工作，也是妈妈暗中安排的。所以，你知道我在这里工作，知道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相认，但又怕你不肯原谅我。我的心情五味杂陈。原来，这些年我以为的孤独奋斗，背后一直有妈妈在默默守护。那王总监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妈妈的脸瞬间变得严肃起来。我不知道他竟然敢对你做这样的事情。晴，妈妈向你保证，这件事一定会有个说法。当天下午，王总监就被公司开除了。不仅如此，妈妈还让法务部整理了相关证据，准备对他进行法律追究。妈，这样会不会太……我有些担心。不会，妈妈的态度很坚决。职场性骚扰是绝对不能容忍的，如果不严肃处理，还会有更多的女孩受害。我这才意识到，坐在我面前的不仅仅是我的妈妈，还是这家拥有上万员工公司的总裁。妈，你是怎么做到这些的？我好奇地问。妈妈苦笑了一下。这些年，妈妈吃了很多苦，受了很多罪。创业的时候，经常一天只能睡2-3个小时，有好几次差点破产。但想到你，妈妈就坚持下来了。为了我。是的，妈妈想要给你最好的生活，想要让你为妈妈感到骄傲。她拉住我的手。晴，这些年妈妈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陪在你身边，看着你长大。我感受着妈妈手掌的温暖，那些埋藏了20年的怨恨开始慢慢融化。妈，姥姥已经去世3年了。妈妈的声音很轻。她去世前把真相都告诉了我。她说，她这辈子做错了一件事，就是阻止了我们母女相认。我的心猛地一痛。姥姥去世时，我在外地实习，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如果那时候我们就相认了，姥姥是不是会走得更安心一些？妈妈不怪姥姥，她也是为了你好。妈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。那个年代，人们的想法和现在不一样。她怕你受到伤害，所以才会那样做。我们母女俩抱在一起，20年的误解和分离，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化解。
1个月后，我重新回到了公司工作，但这次是以总裁助理的身份。很多同事都在议论我的身份，有人说我是靠关系上位，有人说我早就隐瞒了身份，故意低调。面对这些议论，我选择了坦然面对。是的，总裁是我妈妈，但在此之前，我们母女20年没有见面。我在这里工作3年，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殊待遇。在一次部门会议上，我公开说明了情况。那为什么不早点相认呢？有同事问。因为有些伤痛需要时间来愈合。我看了看台下的同事们，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，不管是什么身份，我都会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。会后，小张找到了我。苏晴，我很佩服你的勇气，换作是我，可能早就妥协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，坚持底线并不容易，但失去底线更可怕。我笑着说，现在的我不仅找回了妈妈，也找回了自己的尊严和价值。妈妈在公司里推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，设立了员工权益保护部门，对职场骚扰零容忍。她说，希望每一个在这里工作的人都能够被尊重，都能够安全地追求自己的梦想。至于王总监，他最终被法院判处了6个月有期徒刑，并被列入了行业黑名单。妈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一天晚上，我和妈妈一起在她的办公室里加班时说道，傻孩子，这是妈妈应该做的。她放下手中的文件，看着我，晴晴，妈妈希望你明白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不要放弃自己的原则，尊严比什么都重要。我点点头，心中充满了温暖。那个曾经让我绝望的职场噩梦，最终成为了我人生的转折点。我不仅守住了自己的底线，还找回了失散多年的亲情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当初我选择了妥协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或许我会有一份看似稳定的工作，但我会失去的更多，尊严、原则，还有对自己的尊重。现在的我明白了，有些东西一旦失去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而坚持虽然痛苦，但最终会迎来光明。夜深了，我和妈妈一起走出办公楼，城市的灯火在夜空中闪烁，就像希望的星光，永远不会熄灭。妈，我们回家吧。我挽着妈妈的手臂说道。好，我们回家。她笑着回答，眼中有着幸福的光芒。这一次，我们真的回家了，不仅仅是回到房子里，更是回到了彼此的生命中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沉默，收拾东西，马上离开公司。王总冷着脸站在我的工位前，手里拿着一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。我抬起头，看着这个平时对我笑脸相迎的副总经理，此刻却像换了个人似的。王总，这是为什么？我的声音有些颤抖。公司决定优化人员结构，你被裁了。他把文件甩在我桌上，按照合同，给你3个月补偿金。办公室里一片安静，所有同事都偷偷看向这边，空气中弥漫着尴尬的气息。我看了看日历，12月29日，再过2天就是年终奖发放的日子。在这个节骨眼上被开除，任何人都能看出其中的猫腻。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站起身，直视着王总的眼睛，解释，你工作态度不端正，多次违反公司规定，这个解释够了吗？王总冷笑一声，我知道再争论下去也没有意义了，默默开始收拾桌上的东西。当我把个人物品装进纸箱的那一刻，心中涌起一阵说不出的愤怒和不甘。5年前，我刚进入这家软件公司时，它还只是一个不到20人的小团队。
那时的王志远还是个技术经理，我们经常一起加班到深夜，为了解决一个技术难题而废寝忘食。陈默，你这个算法设计得太精妙了，他曾经这样夸赞我。公司的核心系统就是我一手搭建起来的，从最初的框架设计到后来的不断完善，每一行代码都凝聚着我的心血。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扩张，我也从一个普通程序员成长为技术总监。王志远也水涨船高，成了副总经理，主管技术和人事两大块。然而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发现他看我的眼神变了，从最初的欣赏和信任，逐渐变成了警惕和敌意。我以为是自己想多了，毕竟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，一直相处得很好。直到3个月前那次技术方案讨论会，我才明白过来。会上，我提出了一个新的系统架构优化方案，可以大幅提升服务器性能。陈默的方案确实不错，但实施起来风险太大。王总在会上这样说道：风险在哪里？我们可以先做小规模测试。我据理力争，不用讨论了，就按原来的方案执行。他直接否决了我的提议。散会后，我听到他在办公室里打电话，这个陈默越来越不听话了，总是想要表现自己。那一刻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在他眼里，我已经从合作伙伴变成了威胁。或许是因为我在技术上的话语权越来越重，或许是因为刘董事长对我的器重让他感到了危机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处处针对我，挑我工作中的毛病，在各种场合贬低我的贡献。被开除的当天晚上，我坐在家里的沙发上，看着那份解除合同通知书，心情五味杂陈。手机响了，是老同学马云飞打来的。陈默，听说你被开除了。他的声音里带着关切。马云飞是我大学同宿舍的兄弟，现在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当技术副总。消息传得真快，我苦笑着说，王志远这个人我早就看不惯了，明显是嫉妒你的能力。马云飞愤愤不平地说，要我说，你早就该跳槽了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叹了口气，有用，我们公司正好缺一个技术总监，薪资比你现在高1倍，还有期权。马云飞兴奋地说，你考虑一下，明天就可以来面试。我没有立即回答，心里还是有些舍不得那个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系统。沉默，你要明白，没有哪家公司是离了谁就不行的。马云飞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，你为他们付出了这么多，最后换来的是什么？挂掉电话后，我走到窗前，看着外面的夜景，5年的青春年华，5年的辛勤付出，最终却是这样的结局。我想起了刚入职时的雄心壮志，想起了无数个加班的夜晚，想起了每一次技术攻关的喜悦。那些代码，那些文档，那些系统架构图，都像我的孩子一样，现在却要被迫与他们分离，心中的痛楚可想而知。但是马云飞说的对，既然公司不珍惜我，我又何必留恋呢？第二天一早，我给马云飞回了电话，面试时间定在什么时候？太好了，下午3点，我发地址给你。马云飞显然很高兴。就在我准备出门面试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来电显示是公司人事部的张敏。张经理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接起电话，陈总监，不好意思打扰您。张敏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紧张，有个小问题想咨询一下。我已经不是公司员工了，叫我陈默就行。我淡淡地说，是这样的，服务器出了点小故障，技术部的人想问问您当初设置的那个备份参数是多少。
我皱了皱眉头，什么备份参数？就是核心数据库的自动备份间隔参数，他们找不到配置文件了。这个问题让我有些意外。那个配置文件明明就在系统目录下，按理说任何一个技术人员都能找到。让他们查看 config database 目录下的 backup conf 文件。我耐心地说：好的，谢谢您。张敏如释重负，挂掉电话。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但也没多想。下午的面试进行得很顺利。马云飞的公司规模虽然不如我之前的公司，但发展前景很好。沉默，说实话，能挖到你，我们真是赚大了。面试结束后，马云飞拍着我的肩膀说：明天就可以入职，我们有很多项目等着你来主导。好，我回去准备一下。我点了点头。晚上回到家，我开始整理自己的技术资料，准备迎接新的工作挑战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又响了，还是张敏的电话。沉默，真的很不好意思又打扰您。他的声音比下午更加焦急。服务器又出问题了，这次比较严重。什么问题？数据同步失败了，而且系统自动重启了好几次，技术部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处理。我心里一紧，数据同步问题确实比较复杂，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。他们试过重启同步服务了吗？我问道。试过了，但还是不行。能不能麻烦您远程看一下？我犹豫了一下，毕竟我已经不是公司员工了，但想到那些重要的客户数据，我还是答应了，把远程连接地址发给我。花了1个多小时，我总算解决了同步问题。就在我准备关闭远程连接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。系统日志显示，有人在昨天晚上尝试修改核心配置文件，但操作失败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正准备去马云飞的公司报道，手机就响个不停，连续3个未接来电，都是张敏打来的。我刚接起电话，就听到他近乎崩溃的声音：沉默，您快救救我们吧，系统完全崩溃了。什么？我大吃一惊。从昨天晚上开始，核心系统就不断出现异常，现在已经完全无法访问了。张敏的声音里带着哭腔，所有的业务都停了，客户都在投诉，刘董事长气得不行。我的心脏狂跳起来，这个系统承载着公司90%的业务，一旦崩溃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技术部的人呢？他们在干什么？他们试了一整夜，什么办法都用了，就是修不好。张敏哽咽着说：王总说让我们去外面找专业的技术公司来修。外面的技术公司？我冷笑一声，他们连系统架构都不了解，怎么可能修得好？这个系统是我完全自主设计的，采用了很多创新的技术方案，没有详细的文档和深入的理解，外人根本无法维护。沉默。我知道公司对不起您，但是现在真的没办法了。张敏几乎是在哀求，您能不能回来帮帮忙？就算是看在那些无辜客户的份上。我看了看时间，距离在新公司报道还有2个小时，让我想想。我说完就挂了电话。马云飞的电话很快打了过来。沉默。怎么还没到？不会是反悔了吧？马总，出了点情况。我把事情简单说了一下。我说你啊，就是心太软。马云飞叹了口气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让他们知道你的价值。你的意思是先去帮他们解决问题，但是条件要谈好。马云飞建议道，既然他们离不开你，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正说着，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一个陌生号码。请问是陈默先生吗？我是刘天成。电话里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。
刘董事长亲自打电话给我，看来情况真的很严重了。刘董事长，你好，我客气地说。沉默，我知道公司对不起你，但现在情况紧急，希望你能以大局为重，回来帮我们解决这个技术问题。刘董事长的语气很诚恳，条件你随便提，只要能恢复系统正常运行。我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说，我需要考虑一下。好，但希望你尽快给我答复，每拖延1分钟，公司的损失就更大。挂掉电话后，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。1个小时后，我出现在了公司楼下。前台小姑娘看到我时，眼睛都瞪圆了。陈总监，您怎么来了？来解决点问题。我淡淡地说。走进办公区，我发现气氛异常紧张，所有人都愁眉苦脸地盯着电脑屏幕。技术部的几个同事看到我，就像看到了救星一样。陈总监，您终于来了！小李激动地跑过来。系统彻底死了，我们什么都试过了，具体什么情况？我问道。从昨天晚上开始，核心服务就不断重启，然后数据库连接池耗尽，最后整个系统就崩了。老赵解释道。我们怀疑是有人误操作了什么。我点了点头，走向我原来的工位，那里现在坐着一个陌生的年轻人，应该是新招的员工。你好，我需要用一下这台电脑。我礼貌地说。年轻人赶紧让开。您就是陈总监吧？太好了，快救救我们吧！我坐下来，开始检查系统状态。果然如我所料，有人在我离开后试图修改核心配置，但由于不了解系统架构，导致了配置冲突。更糟糕的是，自动恢复机制也被破坏了，系统陷入了死循环。找到问题了，我抬起头说道。所有人都围了过来，眼神中充满期待。就在这时，王总急匆匆地走了进来，看到我坐在电脑前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。沉默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他的语气很不友善。刘董事长请我来解决技术问题。我平静地回答。解决问题？王总冷笑一声，搞不好这个问题就是你搞出来的。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看着我们。我缓缓站起身，直视着王总的眼睛。王总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被开除后不到2天，系统就出问题了，你说是不是太巧了？王总步步紧逼，我感到一阵愤怒涌上心头，但努力保持冷静。如果你觉得是我搞的破坏，大可以报警调查。报警？王总似乎被我的话激怒了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就在气氛剑拔弩张的时候，刘董事长推门而入。他看了看现场的情况，皱着眉头问道：怎么回事？刘董事长，我怀疑是陈默在报复公司，故意破坏了系统。王总抢先说道。刘董事长看了看我，然后对王总说：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证据就是时间太巧合了。王总理直气壮地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决定把话说开。刘董事长，我可以当着大家的面分析一下问题的真正原因。好，你说。刘董事长点了点头。我重新坐到电脑前，调出系统日志。大家请看，问题出现的时间是昨天晚上11点47分。有人试图修改核心配置文件 CONF。我继续操作，从日志可以看出，操作者对系统架构不熟悉，错误地修改了数据库连接参数，导致连接池配置冲突。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错误的操作记录。更关键的是，操作者还试图修改我设置的安全锁定机制，但输入了错误的解锁密码。
我指着屏幕上的记录，连续3次输入错误后，系统自动启动了保护模式。办公室里一片安静，所有人都盯着屏幕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转过身看着王总，谁知道这个安全锁定机制的密码？王总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但嘴硬道：“这能说明什么？也许是你远程操作的。”远程操作？我冷笑一声，日志显示这是本地操作，而且我停顿了一下，手指悬在键盘上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等待着我说出接下来的话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我的手指缓缓移向了一个文件夹，里面存放着系统的访问记录，那里有着能够彻底揭露真相的关键信息。我点开了系统访问记录文件，屏幕上显示出了详细的登录信息。日志显示，昨天晚上11点45分，有人用管理员账号 M 下划线汪登录了系统。我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。王总的脸色瞬间苍白如纸。M 下划线汪这个账号，全公司只有王总一个人使用。我继续说道，而且登录地点就是这个办公室3号工位，也就是王总的办公桌。刘董事长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，他看向王总：“王志远，你解释一下。”我只是想检查一下系统安全性。王总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检查安全性？”我冷笑一声。你连基本的配置文件结构都不了解，检查什么安全性？我调出更多日志记录，从这里可以看出，你先是尝试查看我的工作文档，然后试图修改系统核心参数，在发现修改需要密码后，你开始尝试破解安全锁定机制。我一条条地分析着日志。第一次输入的是123456，第二次是 admin888，第三次是 Wang2019。听到这些密码，技术部的同事们都忍不住摇头。这些都是最常见的弱密码。3次错误输入后，系统自动启动保护模式，开始限制关键服务的运行。我继续解释，但你并没有停止，而是继续尝试修改其他配置文件。最终，你的错误操作导致数据库连接参数冲突，系统进入死循环重启状态。刘董事长听完我的分析，脸色变得非常难看。王志远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王总知道抵赖不过去了，但依然嘴硬。我只是担心系统安全，想检查一下有没有漏洞。担心系统安全？我站起身，直视着他的眼睛。那你为什么要在开除我之后才去检查？为什么不在我在职期间提出来？王总哑口无言。我继续说道，说实话，我一直很奇怪，为什么你要在年终奖发放前开除我？现在我明白了，你想趁我离开公司后，偷偷研究我设计的系统，然后据为己有。我一字一句地说出真相，这样既能省下我的年终奖，又能让你在董事长面前邀功。王总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，额头上开始冒汗。可惜的是，你太高估自己的技术能力了。我摇了摇头，这套系统的复杂程度远超你的想象。刘董事长终于开口了，王志远，是这样吗？王总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突然爆发，对，我承认，但这又怎么样？他像一个被逼急的人，开始歇斯底里。沉默？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吗？不就是个技术员吗？没有公司的平台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他指着我大声说道，这套系统是在公司开发的，就应该属于公司，属于公司没错，但不属于你个人。我冷静地回应，而且你忘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王总愣了一下。
我转向刘董事长。刘董事长，王总刚才说我是普通技术员，但如果我没记错，公司的核心技术专利申请书上，发明人写的是我的名字。刘董事长点了点头，没错，那几个关键专利确实是以你的名义申请的。这下王总彻底傻眼了，他显然忘记了这一点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继续说道，根据劳动法，公司无故开除员工，需要支付双倍补偿金，而且由于王总的违法操作导致公司系统崩溃，造成的经济损失应该由他个人承担。刘董事长听到这里，脸色变得更加严肃。王志远，你知道这次系统故障给公司造成了多大损失吗？保守估计超过500万，包括业务中断损失、客户赔偿、紧急维护费用等等。王总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脸色死灰。这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马云飞打来的。沉默，情况怎么样？他关切地问。基本搞清楚了，我一会儿跟你详细说。我简单回应道。挂掉电话后，刘董事长走到我面前。沉默，这次的事情是公司对不起你，我代表公司向你正式道歉，并且承诺给你应有的补偿。我看着这位董事长，心情复杂。5年的合作，我对这家公司还是有感情的，但经历了这次事件，我也明白了一些道理。刘董事长，感谢您的诚意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但我已经决定离开了。刘董事长一愣，沉默。我知道这次的事情让你很失望，但我可以承诺。不，刘董事长，我打断了他的话，这不仅仅是王总一个人的问题。我环顾了一下办公室，所有人都在静静地听着。一个公司如果让王总这样的人当上副总经理，说明管理制度存在根本问题。我平静地说道，今天是王总针对我，明天可能是其他人针对别的同事。刘董事长沉默了，显然我的话击中了要害，而且信任一旦破裂，就很难修复。我继续说道，我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全身心投入工作了。这时候，王总突然站起来，恶狠狠地说，沉默，你别以为自己多了不起，离了你，公司照样能运转。我转过头看着他，平静地说，王总，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承担这500万的损失，而不是在这里说大话。王总被我对得说不出话来。刘董事长对他摆了摆手，王志远，你先回办公室，等会儿我们谈。王总灰溜溜地离开了。沉默，我最后问一次，你真的不考虑留下来吗？刘董事长还在做最后的努力，薪资可以翻倍，还可以给你期权。我摇了摇头。刘董事长，有些东西比金钱更重要。那系统修复的事情，刘董事长有些担心。我会负责任地把问题解决，然后做好交接工作。我承诺道，但仅此而已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我专心致志地修复系统。凭借对系统架构的深入了解，我很快就解决了所有问题。当看到系统重新正常运行时，技术部的同事们都松了一口气。陈总监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，小李佩服地说。以后就不要叫陈总监了。我笑了笑，我马上就不是这里的员工了。下午5点，我完成了所有的交接工作。走出公司大楼时，我回头看了一眼这栋熟悉的建筑。5年的时光，有欢笑，也有泪水，有成就，也有挫折。但无论如何，这都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段经历。手机响了，马云飞的电话。沉默。都处理好了吗？都处理好了。我深吸一口气。明天我就去你们公司报道。太
太好了，我们一起创造新的辉煌。马云飞兴奋地说。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张敏从楼里跑了出来。沉默，他气喘吁吁地叫住我。张经理，还有什么事吗？他递给我一个信封，这是刘董事长让我给您的，里面是补偿金支票和一封道歉信。我接过信封，没有打开，替我谢谢刘董事长。沉默，张敏欲言又止。您真的不考虑回来吗？说实话，公司离不开您这样的人才。我笑了笑。张经理，人总要向前看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。虽然失去了一份工作，但我获得了更宝贵的东西，对自己价值的重新认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准时出现在马云飞公司的办公室里。欢迎加入我们团队。马云飞热情地介绍我认识新同事。看着这些充满活力的年轻面孔，我感到久违的激情重新燃起。1个月后，我听说王总因为造成公司重大损失被开除了，而且还要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。刘董事长给我发了条短信：沉默，公司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我没有回复，只是会心一笑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有得有失，有聚有散。重要的不是遇到什么样的挫折，而是如何面对和超越这些挫折。现在的我，在新的平台上施展着自己的才华，也收获着应有的尊重和回报。回想起那个被开除的下午，我反而感到庆幸。如果没有那次打击，我可能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真正价值，也不会有勇气去追求更好的机会。生活就是这样，它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一记重拳，但也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你一个拥抱。关键是要有足够的智慧去分辨哪些是值得坚持的，哪些是应该放弃的。而我已经找到了答案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